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承诺。为此，不怕历经千辛万苦，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让我们在本期节目中所介绍的成语“舍身求法”，感受这种人生的坚强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三川讲成语，学习中国成语，掌握汉语精华，了解中国历史，领略中国文化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成语是“舍身求法”。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句成语的意思。舍身指舍弃身体，求法指寻求佛法。这句话原指佛教徒不惜牺牲自己，不畏艰险，克服困难，远道求取真经。后来就作为用来比喻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人。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，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。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鲁迅先生说的舍身求法的人，就是唐朝僧人玄奘大师。提起玄奘，对中国文学作品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想到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。他去西天取经，一路历经千辛万苦，但在3个徒弟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的陪同下，在观世音菩萨的保佑下，最终完成了使命。但书中情节和人物都是作者吴承恩根据玄奘的事迹虚构而成的。其实历史所记载的玄奘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智大勇的高僧。今天我为大家讲一讲成语“舍身求法”背后的故事，说的不是《西游记》中的玄奘，而是玄奘的《西游记》。玄奘生于公元602年，俗姓陈，祖籍颍川，就是现在河南省的许昌。玄奘家族信奉佛教，年幼时对他影响很大。13岁那年，玄奘在洛阳净土寺出家，从此成为了一名僧人。在早年的求学生涯中，玄奘四处拜师求教，学习佛法，已小有名气，取得了一些成就。在玄奘出家之前，中国佛教早在东汉时期就从古代的印度传入了中国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佛教在中国的形式和派别都不一样，而且各家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各行其说，而且很多佛家经典的文献翻译也不是十分的准确。潜心修法的玄奘为寻求经典，决定要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拜访名师，寻根问底，求取真经。公元629年，玄奘从长安出发，进入漫漫丝绸之路。玄奘一路西行，虽然不像小说《西游记》里所描写的那样，一个个妖魔鬼怪不断出现，阻碍着玄奘取经之路，但西行的道路的确是艰辛万苦，困难重重。面对艰难的旅行，玄奘没有退缩，而是立下誓言，不到印度终不东归，纵然客死途中，也绝不悔恨。玄奘西行之旅一路上记载了很多故事，这些故事也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。话说玄奘走到漠河延纪沙漠，古时叫做沙河的地方。漠河延纪沙漠绵延800里，在茫茫沙漠上没有人烟，除了遮天蔽日的黄沙之外，就是散落的野兽骨骸。玄奘只身行走，遇到沙尘风暴，他又丢失了随身携带的水和食物，是停下脚步返回，还是继续前行？玄奘想到自己立过重誓，不取回真经，
誓不回头，自己说过的话就要信守，发过的誓言就要承诺，不能因为艰险而半途而废，宁可头朝西去的方向倒下而死，也绝不东归。他下定决心继续西行，这样又艰难地走了5天4夜，还没有找到水源，更不用说食物了。干渴饥饿难以忍受，到第5天晚上，玄奘实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奄奄一息地躺在黄沙上。可是到了半夜，忽然刮起风来，冷风阵阵，令人清醒。也许真是佛祖保佑，玄奘没有死在这里，他又坚持爬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他终于发现了水源，稍作休息，又继续出发。他就是靠着这坚强的意志力和坚定的信念，最终走出了漠河延纪沙漠。其实漠河延纪沙漠的经历只是玄奘西行磨难的冰山一角。在走出沙漠后，玄奘继续西行，他爬过雪山，过荒漠，艰难跋涉，又不顾旅途的疲劳，多次在一些地方停下讲解经书，弘扬佛法，并与当地的佛学大师交流他个人对佛教的认识和感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玄奘更加感到只有到佛教的发源地去寻根，才能真正的明白佛教的真谛，因而也更加坚定他要到印度取经的决心。玄奘最初从长安出发，一路跋山涉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在公元628年抵达目的地印度，并且来到当时最负盛名的佛教圣殿那兰陀寺学习大乘佛法。学习之余，他走遍印度各地，搜集学习了各种佛学经典。由于他高深的佛学造诣和威望，被邀请出席了全印度佛旨辩论会，玄奘为论坛主人，这可谓是僧人的最高荣誉了。行程5万里，历经17个春秋，玄奘携带梵文经书357部，于公元645年，也就是唐朝贞观19年正月，回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。文武百官和数十万民众夹道欢迎，唐朝皇帝李世民也召见了他。此后，玄奘在弘福寺、慈恩寺潜心翻译佛经，一书750部，1350卷，并著有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这本书详尽地记载了南亚和中亚100多个古代国家的历史、地理、物产、民俗、宗教等情况，成为后世人研究古亚洲历史的珍贵文献。玄奘毫无争议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佛学家、翻译家、旅行家。玄奘历经千辛万苦赴西域取经的精神，给后人树立了为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典范。在今天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，还可以见到为纪念他西行取经的功绩而刻的《玄奘西行求法图》。玄奘大师回国后，终其一生孜孜不倦致力于佛学研究，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于公元664年圆寂。玄奘西天取经，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，这就是真理的追求。对玄奘来说，为天下黎民苍生寻找离苦得乐之路，就是一个佛教徒义无反顾的使命。玄奘大师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伟大的丰碑。感谢收看本期三川讲成语，我们下期再会。